听说王一博的奶标最近走出了国门，不仅获得海外粉丝的喜爱，还得到了专属认证。在王一博进组全新拍戏的日子里，不止国内的粉丝们自娱自乐，海外的粉丝更是拿起了画笔，做起了灵魂画手。提起奶标这个词，相信大家并不会陌生，它是用来形容婴儿肥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，但在现今多用于形容中国知名男星王一博。因为他脸颊上的两坨嘟嘟的肉肉，抿嘴笑的时候经常会突出一些，非常可爱。而王一博的奶标似乎已经成为了播圈的可爱密码，不仅国内粉丝喜欢，就连海外粉丝也忍不住安利一下，于是 E-Kiss 就这样出现了。自从王一博走上大荧幕之后，作品一部接着一部，潜心钻研演技的他，只要扎身剧组就会销声匿迹。这次进组长空之王后，更是久未现身，以至于无辜的奶标被迫出来营业。其实从近期释出的新物料看来，褪去青涩的王一博显得越发成熟干练，但肉肉的奶标在他的脸上，确实又可以显示出各种反差萌。只是不知道喜欢看见别人说自己酷一些的王一博，在得知自己的奶标居然漂洋过海走出国门，会不会郁闷的不得了？但是或许奶标有着自己的想法，他想要奶盖与酷盖并存，得到国际驰名专属认证。不仅如此，可爱的海外 boss 更是拿起了画笔，做起了灵魂画手。别说，在昵称唤作 Mouse 的这位朋友的手中，寥寥几笔却将王一博的特点勾勒得一样传神。国内粉丝喜欢的叶蜜和小雨，在 Mouse 的笔下将人物特点表达得淋漓尽致。他用夸张与象征的手法，将人物突出的主要特点简洁大方地表达出来，既有概括性，又有可视性。这就是街舞水舞台上的王3岁，在 Mouse 的笔下显得更加可爱。尤其在体现闭眼摘头巾与抬眼看头巾的时候，皱眉与平眉的细节将酷盖当时的心境跃然于纸上，看得屏幕前的网友个个跃跃欲试，想帮一博整理一下不听话的头巾。同样都是皱眉，通过简单的竖笔，却能令人清晰地感觉到王一博当时的心境，或软糯，或呆萌，或疑惑，或无助，将不同时期的波波清晰且有层次地展现出来。不得不说，王一博的粉丝群体不仅年龄跨度大，地域跨度广，有才之人更是遍布世界各地。继油画里走出来的男子，漫画干不过真人和王一博与雕塑作品之后，简笔画系列也横空出世。在他们善于发现美的眼睛里，看到了不同于常人眼中的王一博。而王一博的单纯、专注、热爱、纯粹也值得更多的人去发现、去追随。他是清冷的，又是温暖的；他是高贵的，又是疏狂的；他是酷帅的，又是软萌的。奶盖与酷盖都可以是他，仿佛又都不是他。他万般变换，风姿卓绝，每一种都是令人怦然心动的人间角色。只是不知道继奶标被迫营业走出国门之后，王一博的哪一特点又会被发掘出来？很好奇海外 boss 的下一系列作品又会呈现出怎样不同于以往的精彩。在王一博粉丝看来，整个娱乐圈正因为王一博的不出现而陷入一种百无聊赖感觉的时候，与王一博有关的一则词条在热搜上瞬间开始升温。说实话，这则热搜上的真的是莫名其妙，让人哭笑不得。那就是王一博的奶标走出国门。说实话，看到这样一则热搜出现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是懵的。对于热搜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究竟该怎么上，一般有剧播出时都是剧方买，有商务官宣时是品牌方买，参加大型活动就是艺人自己买了。当然也有因为粉丝基础实在过大而上的热搜，前提是平台没有压一压。而王一博此时正在剧组卖力的搬砖，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出现在互联网上了。2022年的自拍还只有年初的一张滑雪照，粉丝已经陷入找儿子的思念之中了。但在王一博的海外推特上，却确实是比其他艺人多了个标签，那就是王一博的专属奶标脸颊肉，英文名 E-Kiss。这一波解释，那是直接将粉丝们对于王一博的小心思放到了国际上。粉丝直言，这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吗？王一博的酷盖形象还要不要了？对于自己究竟是酷还是奶，王一博那是坚定的认为王一博是个酷盖，不仅打扮潮流，而且时尚感十足。
刚出道没多久，因为弯弯主持人说她像女孩子一样漂亮，直接将白发染黑，从此再没了白牡丹。本来是个韩范儿帅哥，结果就因为谢文凯的一句一博你穿的不够滑板，于是王甜甜变成了王大爷。王一博是真的在极力保持自己酷盖的一面，不但造型够潮，玩的也够野。令人看得心惊胆跳的摩托车比赛，他训练不多久就取拿了组合冠军。明明参加综艺前还是个滑板小白，参加完之后被各路大神表扬，街舞比赛那一次次出场，一轮轮排兵，他都将酷帅贯彻到底。如果一定要说王一博想要立什么人设的话，那他一定希望所有人都能将酷盖当做自己的标签。但很可惜，粉丝们在除了比赛和舞台之外，都一致认为王一博是个奶盖。就是因为这已经走出国门，被国际粉丝都知晓的奶标，就让王一博这个明明已经过了24岁本命年的他更显幼齿。在他6岁时，脸上就有2坨嘟嘟的肉肉，抿嘴和笑的时候就会凸起，非常可爱。而现在依旧有。拍戏时，即使没有带到他的正脸，但因为奶标的存在，我们也知道他是在笑。吃饭的时候，随着咀嚼，他奶标的抖动更具有宝宝感。粉丝们与王一博都是相爱相杀的，不知道面对这样的热搜，王一博是不是乍一看两眼一抹黑，随即就疯狂记仇，内心再顺便补一句无语呢？不过啊，马粉居多的王一博，恐怕是真的不用想着，试图将酷盖贴在自己身上了，毕竟那么多马粉都认为奶盖更加适合你啊。除非冰与火定档，陈宇警官上线，或者维和防暴部队定档，杨正官兵上线，才能给王一博塑造一把硬汉风，否则王一博可爱又要在粉丝们心中久久无法忘怀了。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现实，我都很喜欢的一种笑容，是随着事态的变化而慢慢流露的笑容。拿王一博来说，比如天天向上的时候，在车上韩哥装作司机被他认出来的时候，他的神态变化；看过 VCR 以后，他的眼睛慢慢扫过现场来的粉丝。韩哥对他说你是我最大的行李的时候，他的笑容。一林街头的小兰，幻境之中的谢允，在胡辣汤前面微笑的百里弘毅，他们都让我想起一个形容，就是他就像为谁绽放的一朵花，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儿一般。王一博笑起来的时候，跟不笑差别很大，一下子从高冷的样子变成了甜甜的爆，可能粉丝很爱这种反差萌。我个人觉得他笑起来嘴角的弧度很好看，他的笑容具有一种感染力。天生就是会给人带来幸福感的人，看见他笑都会跟着不自觉的笑。情态天真的笑容感染力太感染我了，那笑容弧度真的就好像一瞬间都开花了一样。花的绽放是柔软舒展的，一点一点打开花瓣，露出脆弱的心脏。风吹过的时候，清晨露水累积的时候，光披洒在花瓣上的时候，像是为谁绽放的花。每一个笑容都是不一样的，就像每一朵花都不一样那样。一样的是，一直保持初心和善良，每一个笑容里装满温柔和坦荡，诚恳实实在在的。